王毅还就台湾问题阐述中方立场。王毅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53年前，就是在这座神圣庄严的大厅，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台湾地区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的空间。中国必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实际上，每逢联合国大会等重要会议之时，无法进入会场参会的民进党当局便会极力刷存在感。在本次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前一天，赖清德在纽约一个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所谓康科迪亚峰会上，通过视频方式刷脸，妄称大陆错误诠释联大2758号决议。赖清德及民进党近年来多次释放类似谬论，其此前露脸的一个名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平台，早在2022年8月便被中国政府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并实施制裁。2758号决议的事情啊，背后推动者呢是一个叫做这个 IPAC 的这个国际反华议员的联盟，他们开始在推各种的反华的议题的时候呢，开始共同的在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今年7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赖清德屡屡恶意曲解联大决议，向其发出3连问。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更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何谈错误诠释？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何谈主权地位？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何谈国际参与？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给赖清德搭台唱戏，究竟浪费了多少纳税钱？台湾民众根本无法监督。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参与反中取暖认清联大会，只会凸显台湾外事关系走偏锋，自我边缘化法理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不断发表台独自白，背后是美国人的煽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日前也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扬言，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他还歪曲攻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称其是中国的外交工具。本届联大会议期间，王毅在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就点名批评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是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危险，并正告美方，如果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3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在今年5月21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时，也曾批评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齿。在王毅与布林肯的会晤中，南海问题是中方关注的重点。王毅强调，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方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不要破坏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王毅外长在联大会议上谈到第2758号决议，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那这主要针对的是谁呢？主持人好，我们要知道，1971年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前，先高票否决了2个涉及台湾的提案，也就是所谓的2个中国代表权提案和一中一台及台湾自决提案。这意味着联合国是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王毅之所以在联大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的澄清事实，给那些试图模糊台湾主权归属、干涉台湾内政的国家和政客打一记响亮的耳光。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荷兰和意大利的国会相继通过所谓的决议，否认联大2758号决议对台湾地位的定论。
散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地位的命论，中国呢当然要坚决的驳斥。联大会议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不仅在2758号决议通过的现场，而且各国都在，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王毅的话呢也直接说给美国听，他呢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不能总是以两副面孔对待中国，一方面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呢又在怂恿支持台独势力。台湾呢最大的危险就是越来越猖狂的台独行径。如果美国真心维护台海和平，那么就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华自强最近在中国和美国分别接受采访时说，中美必须找到合作之道，台海冲突不是不可避免。那您怎么分析他的观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华自强的背景，他呢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2021年到2023年担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中国事务。曾经呢是所谓中国屋的首任负责人，相当于对华政策研究室。我们常常看到他在任内总是首先访华，为美国内阁部长级官员访华打前站。2023年夏天离开美国国务院，担任欧亚集团中国业务总经理。这呢是一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他呢是比较了解中国事务的。现在的观点呢，比他担任美国官员的时候呢要中肯一些、客观一些。他近日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时说，无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两国呢都必须找到合作之道，关键呢在于双方必须有正确的认知。他在华盛顿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中美的对话渠道开放很重要，可以呢尽可以的减少误判。中美虽然不能总是互惠互利，但仍然有一些利益是重叠的，两国呢需要保持局势稳定，管控竞争。他还认为台海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赞扬中国外交官非常专业，也很自信。他现在呢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的老总，需要与中美，特别呢是与中国方面的人士打交道，获取较为准确的信息。所以现在说话呢就比较温和一些，不必要得罪中方。他的观点呢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最终呢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下一届美国政府。我不认为呢他讲出了什么出色的观点，或者说对美国下一届政府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些观点呢，仔细的考究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台海冲突不是不可避免，他的主张呢，只是要北京呢不采取军事行动，台海就可以保持和平。但是他并没有说，只要美国不支持台独，承认这个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海呢就能保持和平。所以从根本上讲呢，他还是以美国的立场、学者的口吻来说中美关系的，咱们呢听听就好。